吃春药后是什么感觉？医生说的一个案例，告诉你真实感受。在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当中，经常能看到卑鄙小人对美貌女子使用春药的桥段，又或者正人君子的主角被人按下春药，为了解毒，主角只能被迫和女角色发生关系。观众们在大呼过瘾之余，心里难免对所谓的春药产生好奇，吃了春药究竟是什么感觉？有的人甚至想着通过各种小广告买上一批春药尝一尝。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想法，赶紧打住，千万不要这么干。艺术作品中的春药为了情节渲染，往往存在夸大情况。现实中的春药不仅没那么神奇，吃了还可能使人产生不良反应。要是不相信，那就看看医生所说的真实案例吧。春药扫盲，辅助两性。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作品当中出现的春药取材自生活当中帮助男女克服性功能障碍的药物，只是在药物功效上有所夸张。男性的性功能障碍包括早泄和勃起困难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用到的所谓春药是不同的。早泄的症状是射精过快，并且出现频率很高。对于男性来说，早泄基本不存在其他诸如疼痛、不适之类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并未对此上心。按照欧洲泌尿外科学会2015年制定的早泄诊治指南，常见分4类：原发性早泄、继发性早泄、自然变异性早泄以及早泄样射精功能障碍。后面两种情况严格来说算不上疾病，所以不重视可以理解。而如果出现了原发性早泄或者继发性早泄，那就得打起120分的重视了，因为可能涉及到病变，比如尿道炎、精囊炎等等。早泄患者所用春药通常都是包含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药物，这种抑制剂能够抑制神经电信号传递，从而延后射精时间。男性想要正常两性生活，需要血液流入海绵体，海绵体大小动脉以及血管窦平滑肌细胞舒张之后，海绵体压力升高，如同充气球一般勃起，结果才会发生。整个过程好像流水线一般，任何一个环节中断都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不同原因导致勃起功能障碍所对应的男用春药也是不同的。在此举2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包含多巴胺第2受体激动剂的药物，此类药物能够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进而促进海绵体一氧化氮释放，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最终促使血液涌入海绵体。二是包含受体阻滞剂的药物，此类药物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管阻力，使得充血过程更为顺畅，也能帮助勃起。相比起男性而言，女性的性功能障碍种类就多种多样了，包括性欲缺乏、性唤起障碍、性高潮障碍和性中途疼痛等等。绝大多数障碍是疾病导致的，解决方法便是对症下药治愈疾病。比如关节炎、盆腔感染、多发性硬化等疾病都会使人感到不适与疼痛，从而引发性功能障碍。所以对于疾病引发的性功能障碍患者来说，服用所谓的春药根本不能达到克服障碍的效果。就算没有疾病的女性，也不要对所谓的春药、催情药抱有太大希望。我国卫生部从未批准过任何具有性保健功能的食品。女性用春药要么添加了有毒物质能够促进心跳加快，要么添加了激素成分，比如硝达胺等。这些东西究竟功效如何尚不好说，吃了对身体不好却是肯定的。什么？你不相信，还对春药抱有好奇心？那就看看医生说的发生在扬州的真实案例吧。自制春药，紧急送医。医生说2名扬州的小伙子对春药产生好奇，于是在家自制春药，结果不仅没有飘飘欲仙的效果，反而因此丢尽了脸面，并且此事还在2017年3月3日被当作新闻给发布了出来。具体怎么回事呢？摆上小板凳咱们接着说。2个20多岁的小伙子祖籍安徽天长，跟随父亲一起在扬州做送货卸货的工作。3月2号这天，父亲依旧如往常一样外出送货，俩小伙子闲得无聊，好奇春药什么味，于是便通过互联网购买了一堆春药原材料，包括玛卡、银阳藿等等，林林总总一大堆。到货之后，2人一股脑全放锅里煮了。凭借想象力，咱们也能感受到这锅药水该有多难喝。但老话说得好，好奇害死猫，2位小伙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互相鼓励之下，偏偏不信邪，几口药水下肚，
还别说，确实有感觉，只不过这感觉不是想象中的飘飘然，而是恶心想吐，嘴巴发麻。两人按到不好，寻思赶紧去医院，家里有辆小货车，可二人状态不好，根本无法开车，于是打个电话叫了代驾。这里的代驾大家得注意，乃新闻中的关键人物，如果不是他，这事儿新闻报道根本不可能爆出来。代驾谢先生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往，却发现两人口中所说的汽车实则是小货车。小货车虽然也是 C 照可开的那种蓝牌汽车，但驾驶手感毕竟和普通小轿车不一样。谢先生怕开出事，再加上两个小伙子连连呕吐，于是拒绝了代驾单子。后来还是两小伙子的父亲送货归来，才把二人送往医院，避免了情况恶化。记者想了解更多细节，于是找到俩孩子的父亲郭先生。从郭先生口中，记者得知二人治疗及时，身体状况已经稳定。除此之外，郭先生什么都不愿意透露。那记者是怎么把这件事爆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前面所说的关键人物代驾谢先生。作为现场当事人之一，谢先生不仅向记者提供了两名小伙的居住地址，记者了解到的前因后果，他也出了很大的力。因为好奇服用春药，俩小伙子不仅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美好体验，反而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虽然人没事，但可以预见的是，将来面对亲戚朋友，怕是少不一顿调侃。而且知道这件事的邻居和网友们也会把他俩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前车之鉴乃后车之师，可别嘴硬头铁，贸然使用春药，否则下一个新闻主角很可能就是你了。3. 功能障碍可以预防。如果确实存在性功能障碍，只要不是疾病导致，其实没必要吃药，只要做到以下几点预防即可。男性预防方法有4： 1是有氧运动，2是无氧深蹲和提臀，3是作息规律，避免烟酒，4是饮食均衡。有氧运动能够加速血液循环，增加全身肌肉协调性。对于两性活动来说，经常做有氧运动的人，不仅肌肉耐力好，不容易气喘吁吁，还能有效增强局部充血速度以及提高触觉敏感性。另外还有研究认为，经常做有氧运动能够促进雄性激素分泌。众所周知，雄激素旺盛的人往往性欲也更旺盛，对于两性生活也能起到增进作用。传统武术有句话叫做力从地起，腰马合一，说的是下盘要有力，而要下盘有力，双腿支撑必不可少。无氧深蹲能够增强股四头肌肌肉力量，促进腿部血液畅通，对性生活帮助十分明显。至于提臀，主要说的是提肛运动，多做提肛运动能锻炼肛门内外括约肌。这两块肌肉虽然小，但若是不重视锻炼，带来的麻烦却很大。比如很多人久坐产生痔疮，一碰就疼，就是因为括约肌锻炼不够，血液循环受阻。多做提肛运动能预防痔疮，同时增强肛门附近血液循环，如同深蹲一样。血液循环加快之后，也能促进性能力提升。作息规律，避免烟酒，其实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作息不规律，激素分泌会出现异常，性欲会下降，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性功能障碍。烟草当中的有毒物质对睾丸间质细胞具有破坏作用，间质细胞受损会降低雄性激素分泌，会诱发性功能障碍。酒精对于前列腺炎有诱发作用，也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营养均衡主要是指维生素补充要足够。维生素 A 可以帮助蛋白质合成，制造精子的过程需要大量蛋白质参与，而维生素 E 能够通过其抗氧化性降低睾丸损伤。维生素的补充也能够一定程度上预防性功能障碍。女性性功能障碍其实只要注重心理调控即可。正如前文所说，女性性功能障碍种类多样，原因复杂，绝大多数障碍都是疾病导致。由疾病导致的性功能障碍是很难做到主动预防的，人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及时体检、及时治疗。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性功能障碍是由心理因素导致的，比如焦虑、压抑、无聊等。焦虑可能来自于工作与对未来的迷茫，压抑可能来自于家庭，无聊可能来自于性伴侣的无趣。总而言之，心病还需心药医。当女性出现非疾病产生的性功能障碍时，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究竟是什么心理因素引发的性功能障碍，能解决即可。若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可以尝试着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缓解负面心理情绪。结语：综上所述，吃春药并不像影视作品中表现的那么强力有效。所谓的春药只是帮助人类对抗性功能障碍的药物总称罢了。身体健康的人用不着吃春药，否则反而容易吃出毛病。至于一些犯罪新闻当中出现的能够让女性乖乖听话的药物，其实并非春药，而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到的迷幻药，主要成分包括三唑苍、氟硝西泮、GHB、氯胺酮等等，这些都是受到我国法律管制的精神药品，买春药可能损害身体健康，而要是买迷药，说不定就得面临法律制裁了。